在这个讲究英雄主义的时代，有能力的人往往都会去拯救世界，他们无私伟大，心地善良，危难面前总会团结一致，力挽狂澜。曾经我以为乍到足够黑暗，直到去年我跟风看了《黑袍纠察队》。当所谓的神明是由人类创造的，那这其中必将躲不开欲望。5号化合物，通俗来讲，这东西可以赋予人类超能力，应用而成功几率相比成年人要大得多，但风险依旧存在。只是这种药剂极其保密，沃特集团一直宣称超人类是上帝选中的孩子，旗下拥有200多名超级英雄，把他们当作品牌出去赚钱，每年的周边电影各种广告就高达几十亿美金。当然超级英雄肯定要去打击罪犯，沃特集团几乎让整个世界的犯罪率在变低。这200多名超级英雄里自然拥有佼佼者，超级七人组可以说是王牌中的王牌。他们现在仅6人，由祖国人、梅芙女王、透明人、火车头、深海以及玄色组成。这第7个位置已经被抢不头了。这一天，祖国人和梅芙阻止了一起挟持案，几分钟后就上了头条。这样在电器城工作的修一羡慕的不行，超级英雄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，精通电子设备的售后与维修也算是他的超能力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他们看到的只是沃特集团想让他们看到的。约翰从小就被注射了5号化合物，前半生都是在实验室长大的，和小白鼠没什么区别，这让他极度缺爱。可他却成为了历史上最强大的超级英雄，一身能力比肩超人。后来更名为祖国人，成为了超级七人组不可复制的队长，而沃特却把他包装成了天选之子。他们镜头后面的面孔刻薄恶毒，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，过着大尺度的生活，想保住地位就尔虞我诈。坐稳第1位置的祖国人更是肆无忌惮。可这些百姓们并不知道，从小就拥有超能力的女孩安妮，在妈妈的安排下一直在努力训练。终于她凭借着自己过人的天赋入选了超级七人组。之所以为之奋斗，因为安妮的愿望就是拯救世界，当一个真正的英雄。这一天，沃特集团副总裁马德琳正式宣布，星光成为超级七人组最后的一位英雄。在沃特的包装下，星光也成了红人，吸粉无数，这就是马德琳的能力。可安妮并不知道自己陷入了浑水，满脑子都是不敢相信，能跟儿时的偶像们并肩作战，对她来说就算是梦想成真了。今天接待安妮的是深海，她小时候家里挂满了深海的壁纸，对深海有种少女的迷恋。没想到深海当时就脱了裤子，直言说自己是超级七人组的2把手，你能不能正式加入，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，只要安妮愿意缩他一下，明天就拎包入职。初来乍到的安妮不想着梦想付之东流，在权力面前选择了妥协。这件事情把她彻底恶心到了。在厕所，梅芙告诉她，永远不要让他们看到你狼狈的样子。下一秒，身后出现的老阴皮透明人让安妮恶上恶了。另一边，休息下班后准备陪女友洛宾去吃饭，性格懦弱的他甚至不敢跟老板申请加薪，可能这就是老实人吧。在马路牙子上，洛宾和修一聊起了同居，似乎美好的生活即将到来。一瞬间，洛宾成了肉末，而撞了他的正是火车头。此刻的他语无伦次，还背着挎包，没有解释便匆忙消失，只剩下绝望的修一大喊着洛宾的名字。葬礼过后，修一的老爸劝说他放下这件事儿，可电视上的火车头颠倒黑白，说自己在追捕罪犯时，洛宾碰巧走到了马路中央，来不及刹车的他只能撞了上去。洛宾明明死在了马路牙子上，沃特公司的公关处理让修一怒火中烧，可他一介凡人又能如何呀？祖传的窝囊让他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沃特公司的律师找上了他们愿意拿出几万美金作为补偿，但修一必须守口如瓶。修一很想暴打对方一顿，但他没有勇气，只能以考虑一下为由轰走了对方。这件事情老爹也无能为力，连沃特集团都惹不起，更别提那群超级英雄了。修一这下彻底消沉，本想用酒精麻痹自己，可便利店贴满了火车头的广告，修一只觉得脑袋一嗡，开始心律不稳，呼吸困难。洛宾的死让他患上了 PTSD， 可他还是要打工赚钱。电视上正播放着透明人做客吉米秀，因为他的皮肤能够变成碳素超影材料，从而弯曲光线，这才拥有了透明的能力。可这些已经不能提起修一的兴趣了。一个5大3粗的男人走进店里，他对修一这些日子的经历了如指掌。男人自称是 FBI 探员布切尔，他能够帮修一讨个公道。每年有数不清的事件被沃特集团掩盖，普通人的性命相比超级英雄们的产业链不值一提，人们往往愿意去相信超级英雄所带来的安全感，而混蛋越界时必须要受到惩罚，这就是布切尔的工作。修一不敢去得罪超级英雄，祖国人1秒钟就能让自己变成灰烬，可他又不甘心让女友白白送死，纠结之下选择跟上去看看。
布切尔带他来到一个隐蔽的夜店，这里面是超人类消遣的乐园。超级七人组几乎人人都来这里，除了祖国人。祖国人本就接近无敌，还没有弱点，是七人组最可怕的存在。在监控里，布切尔播放了一段录像，画面里的火车头正在畅饮，嘲笑被他撞死的洛宾，形容成高速上的小虫子，看起来丝毫没有悔恨之心。休伊更加愤怒。很快，布切尔拿出了警方的记录，洛宾遇害当天根本没有犯罪，看来这背后另有隐情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搞清楚当时火车头挎包里背了什么。布切尔有个计划，让休伊接受沃特集团的赔偿，前提是让火车头当面道歉。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肯定会在七人塔进行。到那时，休伊偷偷装上窃听器，慢慢收集足够的证据。休伊一听就怂了，去人家的基地动手脚，一旦被发现，那就是死路一条啊！说完，连忙就出去了。安妮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，询问她在超级七人组的生活怎么样。安妮本想说出真相，可妈妈那股子骄傲的劲头让安妮把嘴边的话憋了回去。在长椅上，一脸懵逼的休伊匆忙咽下了披萨，主动安慰起了身旁的女孩。两个人最近过得不是很好，算是同病相怜。工作上的事情让安妮觉得很恶心，可家里也都指望着她，这种纠结让她很难做。洛宾以前总是告诉休伊，你摔倒了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原地不动。两人就此相识，休伊鼓舞了安妮，也鼓舞了自己。他决定加入布切尔的组织，通过电话联络了律师，成功得到了进入七人塔的机会。布切尔给了他一个无法被安检探测出来的窃听器。休伊强装冷静地走进了大楼，望着天花板上的七人组画像，休有些慌了。当见到火车头时 ，PTSD 又犯了，他尽可能地稳住了呼吸，堆着笑面对这个仇人。休伊上厕所为由整理了一下窃听器，虽然手滑了，但依旧顺利。习惯隐身在厕所耍流氓的透明人目睹了一切。回去的路上，休伊都难以掩饰激动，没想到自己竟然踏出了复仇的第一步。可紧接着，布切尔就一盆冷水泼向了他。收集情报的事不再需要休伊了，剩下的他要自己单干。虽然不甘心，但休伊还是当着布切尔的面撕碎了支票，他不需要这笔肮脏的赔偿金。沃特集团内部，巴尔德摩市长找到了马德琳，他们的城市也需要一个超级英雄坐镇。这个城市治安是出了名的好，所以马德琳选了一个 ZZQ 的超级英雄努比亚王子，他们愿意提供全面的公关支持，以及努比亚王子周边盈利的 9.5%， 租金1年3亿美金，市长只愿出2亿美金，并且用5号化合物威胁马德琳。而这些话全部被祖国人听到了，市长返航回家，几次颠簸都认为是气流。可当他看到窗外的祖国人时，送给他的只有2条雷射光线。祖国人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斗争。晚上，休伊如往常一样值班，门却突然开了，一个声音凭空出现，是透明人。他把窃听器丢在了休伊面前，疯狂地蹂躏休伊，想要问出他们的目的。就在此时，一辆车子冲了进来，撞翻了透明人。布切尔让休伊赶快跑，自己拎着撬棍走向了透明人。可惜啊，看不见也打不着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布切尔流了血，他直接吐在了透明人身上，并予观察。尽管这样，还是无法战胜对方。透明人可不仅仅会隐身，皮肤更如宝石一般坚硬。没有逃跑的休伊折返到了透明人的身后，用电线杆子给他来了一个千年杀。这一操作，布切尔想都想不到。休伊记得透明人在电视上说自己的皮肤能变成碳素，所以才想到用电偷袭。总而言之，他已经上了贼船了，想下去是不可能了。透明人看到了休伊和布切尔的脸，放他走肯定是行不通了，得想办法解决这个大麻烦。布切尔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法兰奇，对方是个精通怪，方方面面都懂一点。当听说布切尔有个足以抵账的东西时，法兰奇把曾经的恩怨暂时抛在了脑后。等他看到后备箱的透明人时，顿时就害怕了。这群超级英雄的体内都有追踪芯片，这不是把火往自己身上引吗？透明人也看到了法兰奇的脸，只能被迫上了贼船。为了不被祖国人追杀，他们把透明人关在了一个破旧餐馆里。休伊在冷客双方贴满了锡箔纸来屏蔽信号，再给铁笼子通上电，一个简陋的小黑屋就打造完整了。透明人的皮肤坚硬的像块钻石，没有武器可以杀死他，电击虽然能击晕，却不致命。布切尔和法兰奇的对话吓尿了休伊，原本以为只是拷问一下关于火车头的事情，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干掉超级七人组之一，这个相当于跟国宝为敌啊！休伊猛灌一口凉水，想让自己冷静下来。随后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电器城被车撞毁的事情，父亲在新闻上看到了。休伊本想解释一下，一回头，波切尔早就扛起了他娘的意大利炮，企图一枪崩了透明人。直到这一刻，父亲还在劝自己放弃。
愤怒的他只能冲着广告牌发泄。法兰奇花了点功夫打造了一个碳素子弹，这是让他们能做出最有可能伤害到透明人的武器了。布切尔毫不犹豫扣动扳机，子弹在透明人身上一顿弹射，意外射穿了房顶的锡箔。透明人疯狂嘲笑他们，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武器能伤到他。布切尔也只能去另想办法了。沃特集团这边根本没把透明人的失踪当回事儿，他的壳那么硬，肯定死不了。马德琳正在酝酿着其他计划。这些超级英雄带来的收入虽然可观，但人永远不会满足。马德琳想让自己旗下的英雄加入国防部，把超能力投入战争。为了能够顺利通过表决，马德琳开始搜刮议员们的黑料。同时，巴尔的摩市长的飞机残骸也被深海找了出来，上面有明显的烧灼痕迹。马德琳知道这是祖国人干的，祖国人的初心是帮着马德琳解决麻烦。马德琳权力再大，也是副总裁，照样得听82楼的指示。祖国人希望彼此之间没有秘密，一起为了公司利益发展，争取掌控主权。他受够了每天说的台词，装作一脸微笑的去迎合各种人。可这种充满希望的人设，就应该属于超然外物的祖国人。这也是马德琳保护他的手段。在得到母爱之后，祖国人找到了深海，给马德琳告密的就是这个小鱼人。不过祖国人心情很好，并不想怎么样，只是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。这给深海吓得够呛。宴会上，马德琳见到了参议员，把超级英雄投入战争会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，会让原本较为平衡的冲突变得一边倒，绝对优势下谁会输？今天你派了超级英雄去打仗，明天就是一个核弹过来掐一口。更何况超级英雄们都是为沃特效力，不可能会受国防部的掌控。见状，马德琳打算来点手段，他让分尸人变装侧诱了参议员，并且拍下了绝对辣眼的实锤。第二天，马德琳就拿着证据威胁对方，稳稳得到了委员会的支持。接下来再想办法解决全院表决，那超级英雄投入战争的事情就可以实施了。由于之前子弹破坏了锡箔箱，让沃特集团接受了微弱的信号，范围锁定在了泽西市的几个街区里。透明人已经失踪了24个小时了，祖国人打算自己去找，直接找安全部的人要来了地址。在沃特，他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比如偷窥副总裁亲奶。此时，布切尔找到了 CIA 副处长苏珊，主要是想拿到马洛里档案，里面有各种关于超级英雄的资料，说不定能找到透明人的软肋。可苏珊并不想帮忙。8年前布切尔干的那些事儿，导致 CIA 不敢去干涉超级英雄，那样无疑等于送死。这一趟布切尔吃了瘪。休伊给透明人送去了一杯水，希望能靠友善打听来一点关于火车头的秘密。可惜透明人把他当成了傻逼。透明人善于观察人心，人们往往喜欢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放松警惕，暴露本性，而他的隐身则可以洞穿一切。透明人总结休伊就是一个装作狠辣的怂逼。这句话让休伊有了应急反应，周围频频出现沃特集团的人巡逻。法兰奇着急想出一个解决办法，电上的海龟给了他灵感。坚硬外壳的生物内脏已经很脆弱，想到这儿，他二话不说电晕了透明人，从局部地区塞进去了一颗塑胶炸弹。如果从嘴巴塞进去，那还能催吐，局部地区就不一样了。透明人当时就怂了，还愿意招供所有的事儿。他连忙说出了关于火车头的线索。身为偷窥狂，透明人总是能看到火车头去找魔爪女。要说有人能知道火车头当时干了什么，那也只有魔爪女了。得到了想要的消息，布切尔本想送透明人上路，却在监控里看到了祖国人在周围飞行。凭借他的亲眼顺风耳，一旦引爆炸弹，必定会将其吸引过来。善于读唇语的透明人察觉自己有救，立马原地撒尿让电箱短路。这时法兰奇给老相好打去了电话，让他3分钟后引爆据点，顺便把所有的踪迹销毁。冷库里的透明人逃了出来，休伊紧握着遥控器逼他回去，哪知道人家就没把他当回事，大摇大摆地走向大门。而祖国人已经来到了餐厅，见状，布切尔远程引爆了据点的炸弹，这声响果然吸引了祖国人。同一时间，一辈子都在当怂货的休伊按下了遥控器，顷刻间，透明人化成了一滩烂泥，雪花四溅。这次，休伊并没有感觉到恐惧，反而松了一口气，这感觉很爽啊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